欢迎来到 Star News HT 频道，请订阅并分享，以便及时了解当今著名明星的最新消息。刘浩存出道8年不拍吻戏被骂装清高，为何张艺谋等大导演却抢着把他捧成宝？娱乐圈一个姑娘出道8年零吻戏、零绯闻、零炒作，愣是被骂装清高，结果现在被一堆大导演抢着用，我就纳闷了。这圈子标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魔性了？说的是谁您也知道，刘浩存。2018年张艺谋1秒钟把他拎出来的时候，舆论那叫一个分裂，一边夸灵气干净，一边说资源咖硬捧，而他自己干脆8年干了个操作，一吻未沾。你看现在内娱嘛，亲密戏就跟套餐里的可乐似的，古装也好，现代也好。感情线不亲一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男女主，好些小花小生，戏没拍明白，先学会怎么对着镜头磕 CP， 微博超话开得倍儿欢。他这边反着来，剧本给到手，亲密戏可以有情绪，但别真亲，借位、挡脸、拍背影，手段都用上。2023年的脱轨。原著里小情侣你侬我侬不少，播出来你一看，氛围是有的，脸和嘴就是死活碰不到一块儿，这操作哥现在也算少见。跟林一、王安宇那几部同样路数，镜头看着暧昧，细抠一下，全是技巧，真嘴没碰上，有人就不干了，跑评论区骂矫情，没职业精神，装纯人设。我当时看着就乐了，咋着？职业精神现在等于必须真亲真抱？这逻辑谁定的？而他也没出来长篇大论解释，就是在公开采访里说自己有边界，有些戏用别的方式表现情感就行。说实话，这种话搁很多经纪人眼里都属于别乱说的类型，因为太容易被带节奏，说你搞特殊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这8年也没拿这事儿当营销点。你要真想立清流人设，那可有的是办法，上节目、剪 vlog、上热搜，一套一套的，他压根不玩这一套。不怎么上综艺，不去那种人挤人的局，不蹭热点。平时社交媒体也清汤寡水，连个暧昧互动都舍不得给粉丝喂。所以你看舆论两头极端，一波人说干净、舒服、不脏不乱，另一波人说无聊、没有记忆点、资源浪费。可有意思的在后头，越是网上吵得凶，线下导演们越爱找他。张艺谋当初选他，就是看中俩字：干净。这个干净不是洗面奶广告那种，而是脸上没太多现代感的疲惫，眼神是亮的，像张白纸，随便你往上画。知情的剧组工作人员说过，当时选1秒钟女主，试了几千个新人，她属于一眼相中那种，镜头一拍，整个人往那一站，就有那个味儿。1秒钟里为了演放映员的小姑娘，她减重、晒黑，跑戈壁体验生活。你要知道，现在有些流量，连外景风太大都要抱怨。她在大漠风沙里一待就是好几周。后来拍悬崖之上，零下20-30度，冰水戏真下去，不是绿幕糊弄。剧组的人说，他从来不在片场喊累，就一门心思盯着戏，狙击手更狠，全程素颜，镜头对得特近，脸上一点小瑕疵都藏不住。很多女演员这时候都要求打光、磨皮、修图，她是真实皮肤状态上阵。靠眼神撑戏，你说观众也不傻，能看出谁是真在演，谁只是在混镜头。而对导演来说，他这人设有多省心，不炒 CP， 不乱谈恋爱，不参加乱七八糟饭局，私生活干干净净。在当下这网络环境里，动不动就翻旧账、扒黑料，导演挑主演的考虑舆情风险的年代，一个没什么黑点的演员，简直是保险单。很多人不理解，
为什么一堆大导演愿意押宝在他身上，觉得这是资本硬捧？可你站在创作者角度想想，一个新人听话，能吃苦，没情绪，又没有乱七八糟的新闻，这种人不好用才怪。说到底，导演最怕两种演员，演不行还事儿多，流量大还爱惹祸，他两头都不沾。今年央视播的主角，开播前骂声是真不小。原著是茅盾文学奖作品，张艺谋做监制，秦海璐、张嘉译坐镇，这配置放在圈里谁不眼馋？结果女主易秦娥让她演，很多人直接炸了，脸太现代，气质太干净，不像陕北跑出来的秦腔名角。我身边也有朋友一开始吐槽，说这也太不像了吧，结果追了几集，默默闭嘴。前面她演乡下放羊的小姑娘，衣服旧，皮肤黑，眼神怯生生的，但又透着股犟劲。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她不嚎啕大哭，就眼眶红红的，嘴抿着，肩膀微微绷着，那种我委屈但我忍着的劲儿，一下就把人拽进去了。最让人服气的是戏曲部分，剧里那些水袖、台步、身段、唱腔，不是找个专业演员替身，他是提前扎根陕西练了大半年秦腔。懂行的观众都知道，戏曲动作最怕外行味儿，一个转身，一个亮相，差距特别明显。他做出来的那些动作，至少不出戏，能看得过去，而且情绪是连着的。吹火戏那段也挺狠的，危险系数不低，他坚持亲自上。你说这玩意儿，对流量来说就是个噱头，剪成花絮发平台涨粉用的。对他来说就是角色的一部分，戏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连拿出来炫耀都少。随着剧情推进，易秦娥从小姑娘变成台柱子，她整个人的气场也跟着往上走，眼神从迷茫变坚定，站在台上的时候，肩背展开，那个主角感就出来了。很多原本骂他撑不起的人，追到中后段开始改口，说好像真有点东西。原著作者陈燕在采访里也点名夸过，说他演出了人物骨子里的韧劲。这种认可比营销稿里夸10000句灵气逼人有用多了。说实话，我以前对他的印象也一般，就觉得是典型的谋女郎路线，起点高，资源好，争议大。后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他出道8年，负面新闻几乎为零，连那种耍大牌摆架子的通稿都没出现过。圈内要真有问题，早有人爆出来了，媒体和营销号可不是吃素的。而他这套不亲、不吵、不闹的打法，在现在这流量为王的环境里，是挺反常识的。你想啊，动不动就有人靠一段吻戏剪出几百万播放的 CP 剪辑，粉丝嗷嗷叫着课堂，他偏不跟这波走。短期看是少赚了很多热度，长期看他把自己从一堆烂桃色话题里摘出来了。有人说他这是立最干净女演员的人设，我倒觉得这更多是他给自己画了一条线。说到底，演员有没有权利拒绝某些类型的戏？有啊，只要提前讲清楚，不耽误剧组，不搞双标，谈边界没问题。问题是，有些人一边真亲真抱，一边嘴上喊尊重角色，那才叫割裂。他这边挺简单，不拍就不拍，大家都按这个前提合作。你要是觉得麻烦，可以不用他。可现在现实就是，一大堆顶级团队还真愿意在这个前提下用他。说明啥？说明人家看中的不是一两场吻戏带来的热搜，而是整体的稳定性和可塑性。而观众这几年也在变，早几年大家爱看的是谁和谁又亲了，谁和谁又暧昧了。现在更多人开始聊演技，聊剧本，聊人物弧光。你看主角这种正剧能火，已经说明观众审美没那么单一了。说到底，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，一个20多岁的姑娘能守住底线，
不乱来，不被流量带着跑，这本身就挺不容易的。你可以说他演技还没封神，可以说他某些角色不够惊艳，但你很难否认他在往演员这条路上扎扎实实往前走。而那些天天靠吻戏、绯闻、花边堆出来的热度，过几年还剩下啥？名字都记不住。作品和角色才是能留下来的东西，这话说起来老土，但你看一圈下来，真理还就这么个真理。话说回来，刘浩存以后会不会一直不拍吻戏，我也不知道，人也会成长，会变想法，但他至少证明了一点，在这个圈子里，不靠亲亲抱抱，不靠炒作绯闻，也照样有机会被看见、被认可。至于最干净女演员这个标签，我觉得吧，也别捧太高，容易摔。人不是圣人，他就是一个有边界、有追求，也会犯错的年轻演员。观众看戏还是看作品更靠谱，其他的当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就行了呗。